爹，怎么不穿外袍就跑出来啊？因为团团怕弟弟出门不带团团哦。本王是要去金阳城，那边没吃的也没玩的，你要去吗？就算什么都没有，团团也要去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团团看不到爹爹，就会想爹爹哦。这是什么绝世小可爱啊！我人被甜化了，谁能懂啊？本王是一个字都不信的，这钻到本王的外袍里不出来，这不是逼着我带他去金阳城吗？小乖乖是不是没睡醒，然后把你看成一头牛了？不然为什么这么离不开呀？要我说，根本不等他说，然后就见九王爷手里一道金光一闪，随即明寨主才换的新衣服就又少了一个角。不是，叶兄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又没说错。算了，先不说错不错的问题，我这衣服1200两银子，你怎么支付？银票、金条，还是把娃给我抱？明寨主这算盘打得我在房顶上都听到了，我在马车上也听到了，我在小郡主房间也听到了，我在厨房也听到了。哎呀，小风啊，你能不能别吃了，不然又要250了。冤枉啊，我真没吃，我是进来给小郡主找盒子装点小鱼干，一会儿路上吃。好鸡耶！金南堤是大厨解决江南水患的根本，堤坝运用的分流、储水、灌溉的技术理念将持续100年之久，所以金南堤的修复在整个大楚历史上都有着非常高的地位。宿主作为未来的女帝，修复金南堤是强制任务，任务完成将获得300积分，任务失败便会一直重复任务，直到任务成功。爹爹，什么是金南堤呀？你问你明叔叔。明夫妇，什么是金南堤呀？金南堤的金呢，就是金阳城，南字就是代表南方，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位于南方城池金阳城的一个蓄水堤坝。怎么样，懂了吗？叶团团想了想，正准备点头，然后就被他爹薅了回去。金南堤这个名字是你皇爷爷取的，其中的金字并不是代表金阳城，而是代表固若金汤，表达了你皇爷爷对这个工程的期望。南字也不是南方的意思，而是阐释出整个蓄水大坝的水流走向是朝着南面的，用以提醒蓄水堤坝以南的人们要多注意大坝的安全隐患问题。懂了，拿我当错误案例呗。你行，你了不起。王爷，这些都是难民的孩子，他们原本的家就在这一片，因为是浅水区，所以官府没有强制驱赶，他们的父母也就在这附近。王爷，这里的水虽然浅，但是并不敢下排，四处往下是一大片竹林，若是放水灌溉，不仅竹林不保，竹林往下的农田也会淹没。往下排水肯定不行，得重新挖排水渠，做生水引。正说着话，前方不远处，一个正坐在木盆里划水的小男孩，手里的划水扫帚一个用力过猛，人直接从木盆里栽了下去，把人都吓了一跳。暗卫正要去救人，可是岸边一个小男孩的动作更快，直接跳到水里，抓住木盆男孩的衣领子，用力将人拖到岸边来。我都告诉过你了，你那大木盆是圆底的，吃水不平衡，根本就做不完，涉水也不干净，你要是喝出病来。我也告诉过你，我不要你救，我自己能起来，你别在这装很懂水的。你要是懂的话，你爹修的金南堤怎么会漏水呢？村里人都在说，就是金南堤漏水了，才导致我们被冲走的。
王小兵，你和你爹都是罪人，要不是你们没把金南堤修好，就不会漏水，我娘就不会淹死。哼，都怪你！说着，就捞起水面上的东西，开始砸那个叫王小兵的救人男孩。你们不要胡说，当初修堤坝的又不只是我爹，就算我爹有责任，也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指指点点。你们的命还是我爹救的呢。你爹就是个害人的泥水匠，你是个害人的小泥水匠。你爹就是个害人的泥水匠，你是个害人的小泥水匠。我家房子被冲垮都怪你，难怪你和你爹会被其他村民赶出来，因为你们呐都是害人精。我不是害人精。你还说不是？你和你爹都被其他村民赶出来了。你胡说，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。就这样，两个男孩就扭打在一起，你给我一拳，我踢你一腿。小男孩真是一种奇特的生物，为什么要突然嗷嗷叫的抱着滚来滚去？说是打架吧，可是他们手里连个刀都没有，就只是滚来滚去而已呢，好嫌弃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揍死王小兵！两人吵着，然后被丢到九王爷面前来。工部驻金阳城的主事可找到了？如今连百姓都知道水灾的源头是金南堤，工部的人断然不敢于众怒之中冒头啊！明日就全城张贴告示，金南堤的第一负责人工部外郎尹足谦已于3日前午门斩首。工部驻金阳城的主干若是藏匿不出，一斩。是。两人说话间，房屋那头王兵带着几个同村的壮年男子回来了，看到儿子跪在九王爷面前，赶忙飞奔过来。草民见过王爷，不知犬子犯了。你参与了修建金南堤？回王爷的话，是。随后王兵便被安排到了马车旁问话，叶团团也从爹的身上滑下来，去了小马车里喝水。4年前金南堤开工动土，工部的大官亲自下来指挥。王兵讲述着当年他们这一批泥水匠是如何被召集起来的。多谢小郡主的糖葫芦。什么呀？这个小男孩在说什么奇怪的话呀？这个就是上回提着一篮子咕咕蛋的男孩子。是谁呀？就是那个无能狂哭的男孩子。是你呀。他们刚才为什么拿东西打你呀？因为他们觉得水灾有我爹的责任。我爹跟他们解释了，说堤坝若是底部坏了，就不可能连续泄洪好几天，而是应该一次性通过重力坝造成更大的破坏。若不是几个被我爹救过的叔叔站起来维护我和我爹，我们可能已经被打死了。是有人说你爹爹不好吗？是，而且还扣上了害人命的泥水匠这样的称呼。那你凶他们了吗？王小兵惭愧地摇头。叶团团这边正在听一个复杂的故事，九王爷那边已经问完了。九王爷走过来，将小女儿抱起来，翻身上马往回走了。这金阳城的排水问题似乎不只是工程的问题，还有政治问题。是啊。跟那小孩聊什么了？团团告诉他，下次打架要用刀哦。你是什么刁民制造机吗？爹，是我错了。发生了什么啊？
刚才小郡主说，他爹爹虽然偶尔是个大笨蛋，但是他从不会嫌弃爹爹，因为他爹爹会永远保护他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应该永远相信你。儿子，你一定努力读书，努力上进，脱离平民阶层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吗？不，王爷说百姓太苦了，他们需要发泄情绪，并不是真的想伤人，而没有考虑到百姓的情绪是朝廷的问题。所以我这一身的伤不算是百姓打的，算是朝廷打的。那和我读书上进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爹发现博学多才的男人是真的帅，而且是那种男人想要追随的帅。可我觉得小郡主说话的时候，眼里那种闪亮亮的坚定，才让人想追随。胡说什么？那可是郡主。我说的是追随帐下的那种追随。小郡主是女孩子，又不能当官，怎么追随于帐下？爹，我们还能回去平江城吗？能，明日就能。翌日，天才蒙蒙亮，平江城的城内城外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官府的告示。告示的内容是，金南地的第一负责人工部外郎尹足谦已于3日前午门斩首，灾后朝廷必彻查大灾原因，给百姓交代，还大处清明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小宿主已经知道主动操心主线任务了吗？哎呀，真是好乖啊！仔仔，没事儿的，虽然任务很难，但是强制任务都是会有任务指引的，不担心哈。这些过去的时间都没有秘密。应该是都没有意义吧。仔仔，任务的时间其实没有绣花斗子的日子根本没有秘密。仔仔，是意义不是逆。等等，小宿主说什么来着？说没有绣花肘子就……哎呀，就说小宿主突然这么上进，好奇怪来着。能让他这么上心的，果然只有吃。哎呀，小郡主，绣花大娘找到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可属下没法把绣花大娘带出来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只能等着积水被排空，然后才能救人出来。爹，走了2步之后，小家伙突然记起来，爹爹不在客栈呢。是啊，团团要飞去找爹爹哦。是。有人吗？团团可以进来吗？爹，团团想着绣花大斗子呢。不是一直都想吃吗？为什么今天要专门说呀？一旁的白姬听完暗卫司的汇报之后，赶紧凑到王爷跟前，把暗卫找到绣花大娘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九王爷了然的点头。你不是想知道多久才能吃上绣花肘子吗？正好，今天说的就是这个事情。你问问这些大人，排水需要几天？要几天呢？回小郡主，等到做完生水渠就可以彻底排水，大约是4天。4天？这么久的吗？2天哦。小郡主，下官说的是4天。可是本团说的是2天哦。2天若是不行的话，那就……王爷爷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
哦，对，记起来了，那就提头来见哦。一屋子的人听到那句提头来见之后，便立刻出去做事了，一刻都不敢耽误，甚至知道自己晚上也没得睡了，而且极有可能拉屎都要卡着时间。爹，等绣花大娘出来了，团团要吃3天3夜的绣花大肘子哦。爹，等绣花大娘出来了，团团要吃3天3夜的绣花大肘子哦。你的小肚子装不下，那就用爹爹的肚肚装哦。你吃的东西怎么会进本王的肚子？小女孩的思维真是好奇怪。那团团去找明叔叔借肚肚。找你明叔也没有用。啊？什么没用？我最有用了。那老板说这是奶蹄子味道的，尝尝好不好吃？明夫妇，团团小肚肚要是装不下的话，能不能装到你的肚肚里呀？当然可以了。这傻叉在说什么？要怎么装啊？你又要说本王是大笨蛋了？团团没有这么说哦。这还差不多，哪有说父王是笨蛋的？真是没大没小。爹，只不过是个笨笨的男孩子罢了。江南必须有你一顿打。九王爷脸色一黑，伸手就要把娃抓过来揍一顿。好在明寨主早有准备，才笑到一半，抱起小乖乖就跑。小乖乖，要不咱们就此浪迹天涯，做个流浪剑客？小家伙正准备答应，暗处突然传来一阵暗卫的集体咳嗽，顺便还用刀鞘在地上划了出声音，用以表示我们不介意立刻布置生杀大阵。哼，这群单身狗真是一点都开不起玩笑。他们是不是要做铁板烧烤呀？不是，这些木桩和铁板都是要送去金阳城的。暗卫坐在房顶上俯瞰了一下这2条街，连街上的摊位都用来造工具了。看来咱小郡主的2日提头令的确很有威慑力。小郡主，绣花大娘就在下面，快给看看。这下面很深。说着，小峰就带了2个兄弟下去救人。叶团团乖巧坐在12手臂上等啊等。为什么还要打开一个呀？应该是出口小了，出不来。可是刚才小峰都进去了呀。哎呦，不愧是裙子里装得下12的女人呐。各位客官，今日小店有其他安排，还没吃完的客人，小店给您做外带处理。银子都给了，怎么还往外赶人呢？到底做不做生意了你？那自然是不能赶客人的。诸位客官的面前，小女子都给你们退，并且还多送1张面票，下次来凭票可免费再吃1碗。这话一说，面馆里的客人们纷纷乐呵呵地起身打包。毕竟眼下是灾期，大家都没什么银子，能多送1碗面自然是好的。谢谢12。谢谢12师傅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家小主子。原来是一位小贵人。小贵人可以叫我绣花大娘或者绣花。团团知道你是绣花大娘哦，团团还知道你的裤衩子是牡丹样式哦。我能不能申请原地去世啊？哎呦，救命啊！12的黑市，小郡主心哥。当初是多么的年少无知啊！
竟然把钻女人裙子的事情说得那么清楚仔细。啊，对，的确是牡丹花的样式。小贵人说的对。小郡主都出来用膳了，那我们这边要不要安排人给九王爷送吃的去？张可人拿着问题去问了问12师傅。12让金小金写了份王爷的膳食菜单。六娘子看了看菜单上的复杂菜品，面露难色。张可人安慰道：你别担心，有绣花大娘在，应该能做。实在不行，还有小风师傅。是按卫司那个用大刀的小风吗？对。姐夫真厉害，还会炒菜。不是刚才还在说我吗？怎么突然扯到他姐夫了？有木有可能姐夫就是在喊你啊？别人的红线是红线，你的红线是红铁丝吧？你别管，就算是铁丝，我 C 哥也能用来弹琵琶，风 C 大旗永不倒。这是什么邪教啊？小郡主，厨房那边的绣花肘子还需要腌制半个时辰才能开始做，你要不要现在梳个头？小郡主，可要挽个小姑娘的辫子髻。会好看吗？会非常非常好看。于是乎，2楼上紧却仔细地给小郡主梳头，他动作很轻，力求不扯痛小郡主的任何一根头发。1楼后厨，绣花大娘和小娘子们忙得热火朝天，小护卫张可人时不时地进来督促小郡主的膳食。房顶上的暗卫一边观察屋子里的情况，一边放风。放着放着，突然记起来九王府现在多了一个明寨主，一会儿做饭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多加一份明寨主的？不用，明寨主铁定会过来蹭饭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明寨主专门问了我行程，所以肯定会跟来。得，今天回去客栈啊，我又抱不成小郡主了，真是好悲伤啊！手里的饼子都吃不出味道了，本来就是白味儿的。暗卫正在房顶上插科打诨。1个时辰之后，明寨主果然翩翩然的来蹭饭了。哎呦呦，这是谁家的小仙女这么漂亮啊？是弟弟家的哦。是明叔叔家的。是明叔叔家的哦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要被我们的小乖乖美晕了，站不稳了，要晕倒了。那个小仙女过来扶我一下呀！小团团哒哒哒，叮叮叮当当的跑过来，伸开小手臂要去接住他明叔叔，就好怪。这是谁家的小仙女这么漂亮啊？是明叔叔家的哦。呵呵，这回是天庭里的小仙女下凡了吧？这是天庭里最好看的小仙女下凡了吧？这位英雄，小贵人喜欢什么小动物？蝴蝶还是兔子？赖皮蛇。啊？照着它绣就行了。好香呀！尝尝。好好吃哦。江南真好哦。劳烦大娘再做一份，得给王爷送一份去刺史府。好，马上就做，正好多腌了几个肘子。哎，等等，做给谁呀？你说做给谁？大娘您还不知道吧？吃您肘子的人是九王府的小郡主。什么？是小郡主？这个应该是知名的江南绣花大肘子。你们江南的大肘子属于是儿童套餐？这不管九王爷有多嫌弃吧，
反正在听到暗卫说这肘子是小郡主给王爷点的之后，九王爷就把肘子吃完了，然后起身回去客栈，下午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与此同时，叶团团揉揉圆圆小肚肚，吃得饱饱的，也准备回去客栈叫叫哦。就这样，父女俩同时抵达客栈门口。爹爹！正迈步打算进去的九王爷闻声顿住脚步，朝着四周看看。爹爹！再往外看看，的确没有看到叶团团啊，难不成本王吃完儿童套餐产生幻觉了？就在九王爷疑惑的时候，5步开外突然出现一阵粉红色的小飓风。爹爹！九王爷看了看腿上的小女娃，努力地辨认了一会儿。爹爹，团团今天好不好看呀？爹爹呀，你看看团团头上多了什么呀？多了几根辫子。那爹爹数一数，到底多了几根呢？多了8根，左右各4根。不对哦，多了4根哦，左右各2根哦。4根。那爹爹看看团团的头发有什么变化吗？变长了。哼！小家伙没听到爹爹说任何好看的字眼，顿时就气得像个小皮球。这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咱王爷怎么就不懂呢？人家小姑娘刚换了发型，当然是需要一顿夸夸才能开心的呀。王爷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？哎，真是。杵在那儿干什么？京城来的急报呢？那爹爹看看团团的头发有什么变化吗？变长了。哼！杵在那儿干什么？京城来的急报呢？九王爷看了看文书的封面，是京城工部送来的，而且右下角的公章显示，这文书8成出自于工部尚书尹居正之手。于是九王爷郑重打开，然后就看到第1页的一张白纸上有着几个墨迹还没干的大字：小团团的新发型真好看啊。哎呀，王爷您别看我呀，您倒是念呢。您看看，咱小郡主都气成一个球了，我稿子都给您写好了，您倒是念出来呀。九王爷无语地看着自己的侍卫长，心想白姬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，然后无情地将那张纸揉成一团，丢进了不远处的废纸篓。这是尹居正的手稿。那这手稿来得很及时，现在金阳城的积水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接下来便是修复金南堤了。算他还没老糊涂，尹居正能从一介平民当上工部尚书，也是真有本事的。哎，只可惜生了个拖后腿的儿子。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坐下来仔细看注解，而九王爷腿上的叶团团呢，小家伙已经森气气很久了，但是爹爹并没有哄他，并且还一直在桌上和白白嘀嘀咕咕，根本就是冷暴力本团团。这么一想，小家伙就更气气了。九王爷看工程图看得认真，突然头发被扯了几下，以为是叶团团调皮捣蛋，也没管，就只是把娃抱正了一点，然后继续看图。下官见过下官携平津从4品以上官员见过九王爷。下官见过下官携平津从4品以上官员见过九王爷。都坐下吧。话音一落，连同景大人在内的7名官员火速坐下。除景大人之外，你们都是负责不同部分的救灾事宜的主负责官。今日本王叫你们来，是要听具体进度，精确到精准数字，
什么大可、兴许、左右、约么这一类的词汇。如果非要说的话，那就放下乌纱帽再说。是。九王爷眼神微微一眯，总觉得哪里很奇怪，但是又说不上来具体哪里奇怪。官员们坐姿端正，严谨务实地开始逐一汇报。就在这时，泡完茶的白姬进来，一进门正好看到自家王爷的侧面。我的个三姑姥姥喂！虽然很震惊，但是侍卫长到底是侍卫长，不仅忍住了手抖，还淡定地斟茶。毕竟王爷现在在说正事儿，不可打扰。就这样2刻钟过去了。从民生上，已经以村县为单位开始分发粮食和饮水，预计3日进行全覆盖。有关水灾的伤亡数字已经整理到公文上了，王爷过目之后，今日下午便可送往京城。灾后房屋重建已经同兵部进行统计，最重要的是金南堤修复。工部人员测量水库深度时，发现重力堤坝并未坍塌。江南可有培养水泳的习惯？景昭云摇头。那就问兵部借海兵。是，下官即刻去办。九王爷见状，便让屋子里的其他人都出去。官员们如蒙大赦，一个个跑得比兔子都快。挺好看。这件也好看哦。九王爷警觉，好看，这可不是形容本王的词汇。就九王爷想不明白的时候，他后背的一缕头发顺着他弯腰的姿势滑到了前面来。叶简寒定睛一看，辫子，而且是姑娘家的小辫子。叶团团，爹爹好凶手，难道是团团给爹爹戴的花花不好看？什么？你还给本王戴的花？去拿铜镜。白姬虽然担心小郡主，但是王爷的吩咐又不敢不听，于是只能快步出去找掌柜的要铜镜。可他才刚刚走出房门，就听到一声不轻不重的啪。不是，王爷要用铜镜是假，调虎离山是真吧？怎么打娃还用上了兵法呢？这简直叫人心碎啊！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快给明寨主发信号，快点！哦，对，我们还有明贤内助。爹爹快，爹爹救我小孩，爹爹有本事，奏明叔叔，不要揍团团，逼的。哎，你干什么打孩子？他才多大，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？说着就要找叶九理论理论，可是一抬头就看到某个黑脸王爷满头的小辫子，还有头上的2朵粉红色大花。啊！我说你怎么能打孩？好变态啊！九王爷见他嘴角都快要咧到后脑勺了，于是抄起桌上砚台就砸过去，想死是吧？当着孩子的面，你不要这么暴力行不行？不过就是带了2朵救命！好变态呀！九王爷忍无可忍，
摸到头上的2朵花花夹子，取下来之后就是一个业火掌。要揍就揍明夫妇，不要揍团团。要揍就揍明夫妇，不要揍团团。好，我不笑了。我们严肃的来说一说，大人不能揍孩子这件事情。一句话根本不给说完，明债主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花瓶砸了出去，然后叶团团就又往白姬身后藏了藏，只露出一双大眼睛，时不时地瞅瞅他的好大爹。那小表情看得九王爷一时有点心软。叶团团，过来。不要。王爷，这屋子也不大，小郡主站在这儿也听得清。白姬，属下愿罚俸1年，还请王爷息怒。团团，这个花是给女孩子戴的，父王是男人，所以你把花别在父王的头上是不对的。仿花才不是只给女孩子戴的，男孩子也可以戴。你看哪个男孩子戴了？小四就戴了。他是男狗，不属于男孩子。爹爹，你是不是瞧不起神兽？小郡主乖，以后咱不给王爷戴花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小郡主乖，以后咱不给王爷戴花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可是爹爹刚才已经揍团团了，团团屁屁疼。就那点力道就疼了？小郡主才3岁半，要是给打坏了怎么办呢？窗台上观看了全过程，掌柜的养的一只大橘猫窝在花盆旁边，对王爷投来了不赞同的目光。所以现在还是本王不对了是吧？那你要怎么样才能不哭？除非爹爹说团团是小仙女。得，还是最初那个事儿。好，你是小仙女。没有好，只说团团是小仙女。团团是小仙女，别哭了，过来让父王抱抱。叶团团哭唧唧地跑过去，重新坐在爹爹腿上，父女俩重归于好。真好。好感动啊！哎呀，腰疼，哎呦，腰疼。金小金赶紧奋笔疾书。爹爹，团团的新头发好不好看呀？好看。爹爹也好看哦。就在九王爷不明白这种形容明秋的词汇怎么又出现在自己身上时，叶团团这个小贼娃重新拿起桌上的花花夹子，手上动作飞快地给他爹夹在头上，然后呲溜一下滑下去。呀！救命呀！明夫妇救命呀！呀！你就不怕回去以后你爹又揍你？团团玩累了才回去就直接睡觉哦。啊？睡着了，你爹就不揍你了？不对哦，是团团睡着了，就不知道爹爹有没有逗团团啦。只要我不知道，那就是没挨揍。可真是个好办法呢。你去哪里啊？出去吃绣花大肘子哦。你就这么走出去？要跑出去吗，爹爹？你自己看看你的头。
有一点乱糟糟耶。爹爹，你会不会拆辫子呀？九王爷原本想说，本王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会拆辫子这种技能，但是一看他已经准备好了的爹爹是个大笨蛋的小样子，当然会。九王爷就在这边稍微扯扯，然后在那边稍微扯扯，然后才扯了不到半分钟，就看他闺女的大眼睛包着一汪泪水。爹爹，你是不是在记昨天的仇？爹爹肯定是记仇，昨天给他带花花，所以今天就报复团团。爹爹现在不打团团屁屁了，该扯团团头发了。哎，你都奔3的人了，怎么连拆头发都不会啊？嫌命长了。九王爷虽然很想一巴掌拍死明秋，但是又见到明秋那一副拆头发实在是太简单了，右手就会的样子，他又很想看看小女孩的辫子到底是怎么拆的，于是打算暂时放过明秋。而我们明寨主呢，也非常的有模有样，先把小团团放到高凳子上，然后讲究的用热毛巾擦擦手，再微微躬身，抬起双手，目光在一个鸡窝头上仔细逡巡片刻。然后下一秒，明秋就被某个护崽爹爹打飞了出去。小女娃的头发丝丝一定是全世界最需要被呵护的存在。说人话。到底怎么做才能给小乖乖解开头发呀？拜拜，团团不要爹爹和明叔叔了。拜拜，团团不要爹爹和明叔叔了。好，咱们现在暂时不要他们就是了。乖，不哭不哭。你在说什么扣10年俸银的猪话？白姬，你现在是不是有点飘了？白姬扛住2道冰凉凉的目光，拿出一把银色小剪刀来，然后捏住小郡主头上的一根绑头发的丝带。小郡主，疼不疼？不疼也。得到了小郡主的肯定答案，白姬抬手直接将小郡主头上的全部缎带都剪断。拜拜。哦，不疼了，以后都不疼了啊。小郡主是喜欢蝴蝶结发型，还是昨日的小仙女辫子头？喜欢辫子头也。可是梳了辫子头，团团看到爹爹和明秋就会头疼。我觉得咱们很有必要增加一个拆女孩辫子的新技能。没错，要让小郡主美得不头疼。是的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去找锦雀好好学一学？没错。那我们派谁呢？你们看我干什么？总不会想让我去吧？你们到底会不会挑人呢？拆头发这种细活应该找手指灵活的人先去偷师，然后再回来教我们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应该派针线活好的 C 哥先去学。那不行， C 哥去找锦雀，那不是情敌见面吗？啥？ C 哥说要去锦雀那儿请你吃面。团团要抛弃爹爹和明夫妇，出去吃就画大肘子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几位客官，2楼上已经被定下的。谁能定下1整层楼？多少钱定下的？也给双倍。
小店的2楼包厢只需要1根金条就能定下。这位客官愿意给我2根金条，可是俗话说得好，咱江南文城讲究一个先来后到，所以我这边就不收您的金条了，给您在门口抬把椅子，您坐着等会儿可好？好，哈哈，老板娘周到，哈哈哈。六娘子早。诸位英雄早。很快就上菜了，小郡主，等等哦。小峰把小四从头上拿下来，放到桌上，顺手扯了下小神兽的长胡须。嗷嗷呜！小神兽被扯到嘴嘴歪起，眼神也凶狠了起来。我一会儿分你几块牛肉。1碗牛肉面就只有几块牛肉而已，你能全分给小四爷？我今天点的是1碗牛肉面，不要面。你点个面，为什么点的这么不要脸？这么豪横，1碗牛肉很贵的。没事 ，C 哥说今天他请我。C 哥请客这件事是我胡扯的呀，你他妈当真啊？小郡主，绣花肘子还有最后一道工序，您稍等啊。小郡主啊！然后一个卤香牛肉就到了嘴嘴里，好吃呀！小郡主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这是拆头发给拆疼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咱九王府就没人会拆头发，今天早上梳头，疼得我们小郡主还哭了一场。啊，这顿是 C 哥请的，掌柜的你给记上，他明儿早上就来结账啊。你们来吃饭是给我们机会报恩，怎么能收钱？那不行，九王府的兵要是敢打白条，就是军法处置。怎么处置啊？20鞭子。锦雀听完，默默拿出账本给记账，正写着，负责在楼上伺候的六娘子下来了，疾步走到锦雀旁边，小声说了在楼上听到的事情，还哭了一场。我这会儿就去厨房拿水煮蛋给敷敷眼睛。你知道女子如何拆发吗？我教你。我想知道如何拆发但是我觉得我学不会。你学得会。你看，这里就是，还有这边，如果将手指这样穿过去，然后就这样。锦雀一边说一边教小峰拆发，在演示了5、6遍之后，锦雀重新把头发盘好，背对着小峰。你来试试，先拿我练手，以后可别再扯哭小郡主了。你来试试，先拿我练手，以后可别再扯哭小郡主了。你是女子，我不能随便碰你头发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授受不亲？可是你不受啊。嘿，搁这跟你胖哥玩谐音梗呢。小峰到底是没用锦雀练手，只认真的拱手道：谢了，胖哥记下了。锦雀看着男人的背影，脸颊上慢慢爬上红云。完了，是不是要长恋爱脑了？哎呦，朝廷张贴总督大人的讣告了，大家伙快来看呐！就在告示栏这边。我听镇上的人说是朝廷的水利工程没做好，才导致水灾的。我还以为是朝廷不顾我们百姓的死活。现在看到总督大人死在一线，还愿意捐出全部的家产，总督夫人居然要去法崇寺那样的苦寒之地，终生为死去的百姓超度祈福。原来朝廷不仅没有不顾我们的死活，还给了我们这样的好官。他这一通说下来，周围的不少百姓都哭了。水灾之后，大家心里都压抑着情绪，难，太难了。你们叶家的公告就是这么颠倒黑白的？这梁思远明明就是江南第一贪，竟然还给塑造成了一个为国为民、名存千古的形象。
而且总督府那是抄家，总督夫人那是发配边疆，怎么能说成是捐赠和自负呢？你如果是普通百姓，你希望看到江南的官场都是贪腐一片，不顾百姓的死活吗？有这样的父母官，百姓不会觉得寒心？人一旦失去信仰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况且若是朝廷失去了公信力，后面救灾事宜也不好展开。什么叫做如果我是普通百姓？我可不就是普通百姓吗？什么叫做如果我是普通百姓？我可不就是普通百姓吗？本王说的是普通百姓，是指良民。我就是不对，我是土匪呀。这么会给吃食，是想跳槽到九王府去当个侍卫，每天给小郡主传递零食？小的就是给您看看这批松子儿怎么样，若是品相入得了您的眼，小的明儿就给小郡主送去。无端端的，你献什么殷勤啊？大人您想前几天小郡主才拿着他那个御赐金牌，先斩后奏的把总督府给抄了。今儿个总督大人的讣告就下来了，而且说的是总督大人自愿捐赠家产呢。这也太巧了吧，巧的像是皇上在给小郡主找理由啊。你还要脑袋不要？所以小的觉得小郡主根本不是小郡主是一个行走的皇上口谕。当初小姐嫁到兵部去的时候，就交代了小的，说大人您闭嘴。朝廷的布告只字不提抄家的原因，除了是给小郡主找理由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安民心。若是安民心，那还不如直接公开梁总督贪污被抄家的事情，这样不仅能让百姓们知道水灾的根本原因，还能让大家看到朝廷查贪的决心呢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黑和白，只有对和错，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正这个字。大人，小的还是不明白。想不明白就对了，你若是能轻易的明白，就要换你来做本官的位置了。去把松子条条捡大个的给小郡主送去。是从麻溜着去了，可他才刚刚走到门口，就有护院来报，说是总督府的管家梁平和总督府的大少爷梁坤求见刺史大人。兵部水师参事梁坤见过刺史大人。不知梁参事今日造访所为何事啊？听闻金南堤需要水涌探路，下官便毛遂自荐前来救灾。团团吃饱饱了，我和小郡主一样吃饱饱喽。叶小四嗷呜，小郡主可要走动走动消食啊。1、2、3、4，抬脚脚。2、2、3、4，换一只。3、2、3、4，举手手。4、2、3、4，换一只。快看看，快看看小郡主在干什么？你不想参与？小神兽一看，立刻在床单上滚了一圈，就把自己滚了起来，又歪着小脑袋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后腿一个弹射，就跳到了团团身后，4条小短腿跟着团团一起走。1、2、3、4，抬后腿。2、2、3、4，换一只。3、2、3、4，举前爪。谢谢小的。怎么不给胖哥也端一杯上来呀？你就动动吧，不然马上又该恢复到250风了。250风不是更顺口吗？不仅顺口，还会被喝了酒的小郡主问：少侠，你是谁？
大早上的戳人心窝子。小风骂骂咧咧地下去倒水了。橘猫抬着软软的小猫爪，又瞅瞅小郡主放在棉被上的小手手，于是打算过去友好的蹭蹭。1步2步3步，终于走到了小郡主的手边。小猫咪被踹下去的那一刻，都不知道是惹到谁了。哪里有小猫嘛？哪里有小猫嘛？团好像听到猫叫了哦。奇怪了，团明明听到猫叫了哦。小四一着急，小脚脚一跺，嗷嗷喵呜。12小张惊叹，刚回来的249风，好家伙，胖哥不就是下去端杯水，小四爷这就学会第2门外语了。哇，原来小四还会猫叫呀，好棒棒哦。小郡主是不想吃肘子吗？是呀，团有一点腻，那就不吃这个了。可是团要是不吃的话，是不是就要被4个清风追上了？团是爹爹生的，那么团等于爹爹的肚肚，那么团的肚肚等于爹爹的肚肚。所以如果爹爹的肚肚里是绣花大肘子，那就等于团肚肚里都是大肘子。那么就说明爹爹吃肘子等于团吃肘子，明白吧？于是聪明团就吩咐人将大肘子打包，然后迈着葱嚣张小步伐回去找他爹。爹，吃呢？你早上不是还在说不要本王了吗？爹，那是早上哦。早上的团的确不想给爹爹当女儿的哦。你还理直气壮了是不是？叶团这话一出，九王爷就更加不想吃他带回来的肘子了。小团不放弃地挪到爹爹旁边，九王爷终于是扛不住的开始吃绣花肘子。叶团一边看他爹吃肘肘，一边坐在他爹腿上乖巧解释：团生气是早上的事情哦，现在已经是午上了哦。午上？那个词是中午，不是午上。那为什么早上是早上，晚上是晚上，而午上又是中午？他是叛徒吗？你别说，他问的还有理有据。早字是上面一个日，下面一个甲，甲的原始字形是一个十的样子，代表着冲破土壤，迎接朝阳的意思。所以早的原本词汇不是早上，而是早晨。叶团虽然在听爹爹说话，但是他的圆眼睛却是一直盯着桌上的肘肘的。于是在九王爷解释完第一个词之后，一低头就看到了他爹爹怎么才吃半个肘肘，真是好笨笨的可恶小眼神。九王爷心想，算了，不解释了，叶团这个小破玩意儿注定是个小文盲。九王爷一生气就优雅又暴躁地吃了一大口肘子。哇，爹爹好棒！真是好羡慕王爷啊，连吃个饭都能得到小郡主爱的夸夸。王爷，总督府的大少爷梁坤回来了。梁坤现在是兵部水师参事，驻扎在浚水。此时人应该在刺史府面见景大人。总督府的梁夫人
可上路去法崇寺了？上尉，公告给的限期是7日。那就正好。正说话间，出去办事的明秋回来了。金阳城的商人们自发组织了一个商会，你不是想要往青鸾城引资吗？走商会是最便捷。小乖乖睡着了？你是大脑失灵了吗？不然为什么说到一半又突然换了话题啊？他好像一个可爱的小睡猪啊。明寨主，你要是实在不会形容，能不能别说话？咱小郡主明明是睡美人，是小仙女，是无敌小可爱，是全天下最萌萌的小乖乖，怎么可能是小睡猪？小乖乖是不是做梦了？好像还在跑。明寨主，你还是坐下吧。小乖乖是不是做梦了？好像还在跑。明寨主，你还是坐下吧。明秋这才记起来还有正事要说来着，坐下之后端起桌上的茶狂灌了一口。明寨主，你喝错了，那是王爷的茶。不好意思啊。明秋又赶紧把茶水推到九王爷面前，然后就看到叶简寒的脸色由白转黑，并且越来越黑。你的洁癖病还没治好啊？然后下一秒，他的椅子腿儿就莫名断了一根。好险呐！还好小乖乖在睡觉，不然要是给看见了，肯定有损本明叔叔的帅气形象。正在明秋嘀嘀咕咕的时候，某个睡在爹爹身上的小奶娃小嘴开始小声嘚不嘚，但是眼睛又是闭着的。说梦话。九王爷很好奇，他和小东西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父女了，还是第一次听他说梦话。九王爷不由得弯腰凑近了听。稀稀糊糊啦，啊啦咔啦的天，我吃鸡鸡，无知猪多，无耶夫稀稀啦稀呀，爸。我吃鸡鸡，无知猪多，无耶夫稀稀啦稀呀，爸。叶九，小乖乖说啥了？前言不搭后语的，听不懂。你说什么商会？就是金阳城和周边的2座城池共同成立了一个商会。这个商会没有官府的参与，但是是地方政府默许的。爹爹，爹爹，团刚才做了个梦。什么梦吗？是不是还在跑啊？团梦到了一个大斗子，因为团不知他，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很大很凶的斗怪，还追着团和爹爹跑。什么肘子能追着本王跑？哇，这么有趣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发生了什么？然后团勇敢地保护了爹爹，把斗怪打跑了哦。哇！叶团，你刚才说梦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团说了什么呀？叶团，你刚才说梦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团说了什么呀？你说肘怪，你吃了爹爹就不可以吃团了哟。吃了爹爹就不准吃团了哦。这吃拳什么的，真是诚实又乖巧。我就知道。
然后九王爷直接一个业火掌，就把这个哈哈怪打飞了出去。名哈哈怪秋被迫破门而出，躺到了地上。他正想再说点什么，然后就见一个粉红的小乖乖沿着他开辟出来的飞出轨迹，嗖的从屋子里也飞了出来。哎，我说白金，你最近是不是稍微有点飘了？就在明寨主看白鸡极其不顺眼的时候，窗口处突然又传出来一声嗷嗷呜的声音。我操！白白，团的头发是不是立起来了？是的，小郡主，是被风吹起来的。那爹爹和钱的头发是不是也立起来了？是的，小郡主。哎，那是被你给气的。哎呀，今天街上好像新开了好几个书铺子，封面都挺好看的。我是一个人去逛逛呢，还是一个人去？团也要去哦。可是那书铺子有点远呢，小奶娃可走不了那么远，我还是一个人去吧。明夫妇如果不带团去的话，团就把明夫妇昨晚偷拔寒霜剑拔了10次也没能拔出来的丢人事件说出去哦。哎，你现在已经说出去了，而且这件事又是哪个杀千刀的说给小乖乖听的？嗨，睡前故事实时更新嘛。仔仔，咱们有任务提示了。是什么呀？去金南堤。仔仔，任务提示是现在去金南堤呢。知道了。明夫妇呀，我们小乖乖想买什么说，明叔叔都给买。团想去金南堤看看。那边有什么好玩的？除了水就是官兵。芝麻。好。芝麻。好。我瞅着明寨主就是个耳根子软的，只要咱小郡主把一句话连说3次，他就会立刻答应。没错，用我们蜀州家乡话来说，就是耙耳朵。你怕不是个假蜀州人？耙耳朵是这么用的吗？啊，兄弟，你不要误会，如果我用错词了，那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假蜀州人，而是因为我没文化。真诚果然是必杀技。好好笑啊！不过我不能和你们聊天了，小郡主要出门了，胖哥我得跟上。你滚！明秋抱着小团就准备出门。还有小四呢。明秋弯腰将小四拎起来，像是甩汗巾那样的将小神兽搭在肩膀上，然后抱着他的小乖乖出门了。你们看到明寨主刚才那个甩娃动作没？跟咱们王爷简直一模一样，还说不是一家人。啊，对。来者何人？哎，走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这种带娃遛狗的男人，少来这种危险的地方。胡说什么？这是小郡主。还算是有个明眼人。巡逻士兵躬身退开，明秋这才抱着娃往里面走。